3年来，长宁收费站偷偷修改地方数据，坑罚我们大货车司机数万元。我本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这次我空车过站，竟被判超重10吨。超重10吨，罚款5万。收费员用规矩压人，逼我就范，我忍无可忍，交了天价罚款后，反手告收费站侵吞我车上百吨黄金，索赔1000亿。妈的，这次卸完货回去上高速，肯定又要被那傻逼长宁收费站坑，烦死老子了！可不是嘛，那帮吸血鬼逢车必卡，想尽办法坑咱们血汗钱。上个月我多交了8000算啥？老李头去年被罚了3万，直接白跑2趟。林远洲，长宁收费站不是你回家的必经之路吗？你就一点都不生气，不打算反抗？算了吧，柱子，咱都是拖家带口出来跑车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要因为这跟收费站闹翻，车被扣下，耽误了回家不值当。去年我就是因为想多赚钱给小何攒学费，多跑了一趟，结果迟了回去，我女儿一整年都不开心。这次我之所以空车返程，就是为了及时赶回去。我不想当一个言而无信的父亲。马站长，人家这个月的罚款指标还差一点，你可得帮帮我。差指标？这很简单啊，就从那批大货车司机身上弄，还差多少就罚多少。这样会不会把人逼得太紧了？万一那群土农民闹起来，怕什么？那些货车司机最狡猾了，经常会搞什么跳棒。我看他们本来就心里有鬼，要不然之前罚他们那么多次，他们怎么连个屁都不敢放？行了，听我的，这次就搞个狠的，出了事由我顶着。明白了，站长，人家这是去安排。马上就到家了，我今年准备的礼物，小何肯定会喜欢。超重10吨，罚款5万。开什么玩笑？我空车超重10吨。同志，是不是搞错了？没有错，电脑显示超重就是超重了。可我是空车呀，不信你出来看看。你算老几？凭什么让我出去看你破车？你，我告诉你，我不管你空不空车，我只认电脑数据。系统显示超重10吨，哪怕你装的是空气也超重。我上高速的时候刚称的重，明明是空车。之前你们变着法子坑我们的血汗钱也就算了，现在可别太过分，一而再再而三的欺负老实人。少在这血口喷人！谁坑你钱了？我们这儿只认规矩。今天要么交这5万罚款，要么连人带车给我扣在这儿。前面在干什么呢？没钱交就滚一边去，别堵着道。喂，小何。爸爸，你到哪了呀？怎么还不回家？小何想你了。宝贝乖，爸爸这就快。少在这装打电话逃避罚款，赶紧交钱，别浪费我时间。同志，我这就超了几斤，通融一下吧。规矩就是规矩，超1克也是超，罚款3000。林哥，这趟又白跑了，罚款一扣，我闺女的奶粉钱都没了。爸爸，小何好想要这个。宝贝乖，等爸爸下趟跑完，一定给你买。行，你不仁我不义。既然你们要把人往绝路上逼，那就别怪我把你这收费站掀个底朝天。好，罚款是吧？我交。5万罚款是吧？我交。
他怎么突然这么爽快？扣款成功，叫的那么响，还以为多硬气呢。果然贱民就是贱民，稍微一吓唬就老实了。周小丽，你就先得意，这5万块我就当先放你这儿，很快我就会让你还有你背后的站长亲自跪在地上求我收回去。呸！还以为是个爷们儿，闹了半天也是个怂包。哼，刚才喊的地动山摇，这钱交的倒是挺快，估计是怕车被扣了没饭吃吧。这种拉大货的人品最差于，没准真超重了，心虚呢。行了，罚款交了，你可以滚了，别在这站着茅坑不拉屎，上面都堵成什么样了。把原始地磅单给我。你要那玩意儿干什么？收据不是给你了吗？收据是收据，原始地磅单是原始地磅单。我交了钱，就有权要加盖公章的重量凭证。怎么，你们这儿的规矩是光收钱不给凭证？你有病吧？后面这么多车等着，你非在这磨蹭一张废纸，赶紧走！不给地磅单，今天谁也别想过去。怎么回事啊？赶紧走啊！别走干了！行行行，算我倒霉。给你，赶紧拿着你的破纸滚蛋！证据到手了。你干什么？放下手机，快滚！我不仅不滚，我还要录下今天发生的一切。我要让所有人看看你们这个收费站到底是怎么按规矩办事的。你拍照，谁让你拍的？这里不许拍照！凭什么不能拍？我拍我自己的车，拍我交的罚款凭证，哪条法律规定不能拍了？各位车友看清楚了，这就是青山收费站。我在这条道上跑了3年，被他们变着法子坑了10几次。今天我刚卸完货，空车回家，车厢里连个纸盒子都没有。就这，他们地磅硬生生给我称出个超重10吨，直接罚了我5万块。你给我闭嘴！少在这胡说八道的！罚款你已经交了，单子也拿了，赶紧开车滚蛋！别在这堵塞交通，耽误别人时间。走，不可能！我告诉你，今天这事儿没完。我不仅要录像曝光你们，我还要打电话告诉所有被你们坑过的司机们，让他们都过来讨个公道。柱子，把咱们车队之前被这收费站坑过的兄弟全叫上，记住，都给我开空车过来。是你腿子疯了吗？竟然敢叫人堵收费站！喂，林哥，咋回事？我空车被判超重10吨，直接被罚5万。啥玩意儿？空车超重10吨？兄弟们，林哥被那帮吸血鬼整了，空车说他超重10吨，硬生生罚了5万块，欺人太甚！真拿咱们当提款机了。收费站早有前科，这次简直是骑在咱们脖子上拉屎。林哥平时没少帮咱们，他今天跟那帮损子杠上了，咱们不能干着看着。林哥说了，让咱们开空车过去收费站，大家过去看。你个臭开大车的，喊人是吧？你会喊人，我就不会。马站长，有个大货车司机在闹事，还打电话叫同伙来堵咱们的站，你赶紧出来！你等着吧，我已经叫我们站长来了，马上你就会被连人带车像扔垃圾一样扔出收费站。把这辆破车给我拖走！你们敢动我车一下试试？你算什么东西？敢在我的地盘撒野？赶紧滚开，别妨碍我们执行公务！公务？你们一个私人承包的收费站，执行哪次的公务？何况我罚款已经交了，凭证也拿了，你们凭哪条法律拖我的车？你站长还拖不拖？敬酒不吃吃罚酒，说，出了事我负责。给我压过去！真要强行拖车啊，不会闹出人命吗？林哥，兄弟们全到了！这傻逼收费站，我早他妈想弄他们了！大家都是车友，出门在外就得互相护着。林哥，你说怎么干？
今天咱们全听你的。谢谢兄弟们，我林远洲向大家保证，今天绝对不让大家白来一趟。反了，这帮泥腿子要造反啊！快报警！别怕，站长，你看看他们那穷酸样，不过是一群臭开大车的，没权没势。咱们背后站着可是长宁集团，他们来的越多越好。咱们那兵马什么情况您还不清楚吗？今天只要把他们全弄上马，咱们挣1年的指标都赚出来了。行，让这些泥腿子长长记性。哟，就找了一帮穷鬼来壮胆啊！我告诉你们，少在这聚众闹事。你们一直说收费站坑人，空口无凭，有本事你们今天全给我上地方侧重，用数据说话，否则就是你们寻衅滋事，暴力逃费。这女的虽然嚣张，但话糙理不糙啊。那大个子一直说自己被坑，可也没个证据，不会被当枪使。大货车司机最爱悄摸逃费了，搞不好真是贼喊捉贼啊！怎么都不吭声了？心虚不敢上了？不敢上就全给我滚开！林哥，这地波明显有问题。是啊，林哥，现在怎么办？真要上吗？上，咱不怕。啊，林哥，听他的，咱们所有人全部上地报。听他的，咱们所有人全部上地报。林哥，真上了。相信我，咱们身正不怕影子斜。狗屁身正！今天只要你们这帮傻帽敢当地仗，老子罚死你们！妈的，我这条命都是林哥救的，我信他！上！上！我要回死！全都超重，每辆车5万，赶紧排队把罚款交了，不然就扣车。哎呦，这小子这下可坑死他的兄弟了！这收费站的地貌该不会真的有问题吧？这2辆重卡，他可能全超重。数据摆在这儿还能有假？肯定是这帮司机狡猾，平时劫火逃费惯了。林哥，这下怎么办？交！可我们明明都是空车来的呀！兄弟们，相信我，交！行，我相信林哥，我交。交完钱的去把原始地墨单领回来，看清楚，必须加盖他们收费公司的红头公章，少一个都不行。站长，你看那男的还搁那儿逞英雄。不自量力，现在可好了，害得其他人全吃了罚款。这人就是个纯种的贱骨头。你们就笑吧，很快就笑不出来了。林哥，全在这儿了。很好，现在可以报警了。报警！报警！你报，你现在就报！我们收费站各项手续齐全，合法合规收费。警察来了，能拿我怎么样？就一群法盲，真以为警察局是你们家开的？知不知道放假且违法啊？警察同志，你们可算来了！你们看看，这帮黑恶势力故意开着大车把出口全堵死了，我们都要被欺负死了！你得给我们主持公道啊！是啊，警察同志，我们正常上班收费，他们不仅不交钱，还聚众闹事，威胁我们人身安全！你们快把他们全抓起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谁报的警？警察同志，是我报的警。我要举报这收费站光天化日之下抢劫我们车队上百吨的黄金，价值1000亿。爷，这怎么回事？收费站抢了他们上百吨黄金，怎么可能啊？你放屁！我们什么时候抢你黄金了？你别在这瞎扯淡！没错，你这是血口喷人！警察同志，你听听他这满嘴胡言，他这是在冤枉好人！好人？你们是好人？废话，我们不是好人，难不成你们这些故意堵塞交通、聚众闹事的是好人？警察同志，这帮人就是有组织的黑恶势力，聚众闹事在先，诽谤我们收费站在后。我要求你们立刻严惩这帮暴徒。先生，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说。你知不知道，聚众闹事和诽谤他人都是要负刑事责任的违法行为？你有证据吗？我没有聚众闹事，更没有诽谤。你们想要证据，我这就给你们看证据。兄弟们，
把车厢全部打开。是。有收费站盖公章的地末单作证，我们每辆车都超重10吨，车上装的都是黄金。现在这车厢里的货全没了，告诉我们车上这100多吨黄金都是你们收费站抢的，去哪儿了？这怎么全是空车？我的老天爷，还真是空车呀！看来咱们刚才都冤枉这兄弟了。难不成真的是这收费站抢了司机们东西？这也太黑了吧！警察同志，我们车队进入收费站后就没离开过，12辆重卡，总载重超150吨，有收费站出具的公章地盲单为证。现在我控告收费站抢劫我们150吨黄金，请立刻把他们抓回去彻查。两位，案情重大，请立刻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100多吨黄金，按现在的金价，确实得上1000亿。光天化日之下抢劫1000亿财产，这可是要吃枪子的重罪。垃圾收费站，你们平时坑我们的血汗钱就算了，今天连金子都敢吞，快赔我们的黄金！警察同志，冤枉啊！他这是在故意给我们下套，12辆空车开过来，就是为了敲诈我们收费站。对，警察先生，我们根本就没碰过他的车，更没见过什么黄金，这全都是他们自导自演的。该被抓回去审问的是他们。下套敲诈，可收费站是你们管的，地骂是你们让上，规矩更是你们定的。现在我按规矩上了地骂，交了罚款，拿了凭证，东西不见了，不找你们，找谁？可是没有可是，今天你们要么把我们车上的黄金原封不动的吐出来，要么就按现在的市场金价给我们全额赔偿。放屁！你们血口喷人！警察同志，你们一定要调查清楚啊！分明是这群刁民合起伙来讹诈我们收费站，你们一定要还我们清白啊！你还好意思哭？你们太不要脸了！好了，周小玲，不管你们怎么卖惨，现在白纸黑字盖着你们公章的超重单据就在我手里，这是铁证。既然你没抢我们东西，那你给我解释解释，这凭空多出的10吨重人去哪儿了？还是说你们的收费站地梦造假，连空车都能硬生生称出超重10吨？我操！原来是地方造假，要坑钱！那这收费站心太黑了，简直是吸血鬼！警察同志，赶紧把他们抓起来，不能让他们无法无天！站长，这下怎么办？引起公愤了！别慌，你先顶着，我去打个电话。最近，我接到了多起匿名举报，举报信上说，我们集团旗下的部分高速收费站存在恶意修改地账数据、乱罚款的恶劣行径。这种现象必须严厉整治，一旦查实，不管牵扯到谁，绝不姑息。钱副总，你似乎很忙啊。董事长，对不起，可能是底下的收费站有紧急工作汇报，我出去接一下。马卫国，你在这个节骨眼上给我打什么电话？找死啊！不是，钱总，出大事了！什么大事？我们修改地磅数据坑大货车司机的事情，被人当场发现了。100多吨黄金，他们怎么不去抢国库？也就是说啊，钱总，现在那姓程的手里捏着咱们抽贴站的超重单，咬死说我们抢了他的黄金，要么还金子，要么按原价赔偿。你就是个纯种废物！我警告你，绝对不能承认我们的地磅数据有问题，更不能把事情闹大。现在董事长正在气头上，要严查下来。要是让他知道真相，我们全得完蛋。可是现场围了好多人，连警察……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都要把这件事给我压下去。小田，
什么东西要完蛋？董事长，钱总，钱总，不行，无论如何都不能再在大庭广众之下闹下去，必须先把这姓林的稳住。哎呀，林老弟，林兄弟，误会，这都是一场误会啊！林兄弟，你看这大热天的，大家都堵在这儿，也不是个事儿。要不这样，咱们去我办公室慢慢谈，我保证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哪儿都不去，就在这儿谈。林兄弟，你就算不为别人着想，也为警察同志和各位司机兄弟想想吧。这太阳多毒啊，大家跟着受罪。咱们去办公室吹着空调，好好商量这问题。我马卫国今天一定给你解决，行不行？现在嫌热，知道好好商量了。可刚才我低声下气求你们下车查清楚的时候，你们是怎么做的？你们说规矩就是规矩，还摔碎了我的手机，强行拖车。那时候你们怎么没想起来好好商量？现在知道害怕了，想关起门来谈。我告诉你们，晚了。既然刚开会说到收费站乱罚款的问题，正好，我现在就去长宁收费站突击检查一下。董事长，长宁收费站一直都好好的，业绩也稳定，您日理万机，就不用亲自去检查了吗？既然好好的，为什么不能去看看？是不是有什么特殊情况想要隐瞒？没有，绝对没有，我敢向您保证，下面安分守己的很。那就上车。马卫国，你们最好在老子赶到之前把事情彻底处理干净。要是让董事长撞见，咱们全都得完蛋。马卫国，我告诉你，我绝对不会去你办公室。你无非就是想找个没人的地方关起门来威逼利诱，让我闭嘴。我不吃这套！妈的，你们这黑心收费站坑了我们那么多次，今天证据确凿，还想继续坑我们吗？赶紧赔钱！对，赔钱！今天不赔钱，老子砸了你这破收费站！反了，谁坑你们了？你们这是胡说八道，血口喷人！警察同志，您都听见了吧？他们敲诈勒索我，还威胁要砸我们收费站。大家冷静点儿。对于任何敢在这里聚众闹事的人，我们警方绝不姑息。警察同志，我们没闹事，我们手上有地磅摊据，现在要求收费站赔偿丢失的货物，是我们合法合理的诉求。你什么合法诉求？你们少在这儿装蒜！空车超重肯定不是我们地方的问题，更不是我们偷了你们的黄金，而是因为你们这些破车搞了非法改装，导致超重。对，毕竟这些大货车司机心最黑了，为了多拉货，最喜欢搞非法改装。家人们，警察同志们，我猜这件事儿就是因为他们把车改得面目全非，所以空车才会超重10吨，跟我们收费站没有半点关系。对，听说大货车改装可狠了，恨不得把车厢拉长1倍。这么一说，还真有可能。车本身就超重的话，那这事儿确实不能全怪收费站。你们放屁！我们的车什么时候改装过了？你说没改就没改啊？我还说我是皇帝呢！有胆子，你们现在就把车全拉到检测机构去查一遍，敢不敢？不可能！怎么心虚了？少跟我玩调虎离山这套。要检测可以，那就当着警察同志和所有群众的面现场检测，有道理。现场查最公平，谁也做不了假。现场查，这要是查出地磅被动的手脚，那可就全完了。站长，答应他，他要现场查就让他查，让平时跟咱们有合作的那些专家过来，到时候鉴定报告怎么写，就是咱们一句话的事儿。行，现场测就现场测，我马上打电话请最权威的专家过来。林哥，这老狐狸答应的这么痛快，肯定憋着坏水呢。柱子，你就行。想玩阴的，马卫国，那我就让你好好看看什么叫做真正梦中捉鳖。董事长半小时后到达，如果你不能在董事长来之前把事情彻底处理干净，你就完了。
完了完了，绝不能让董事长看见这满地的烂摊子。几位专家，你们可算来了！快点查，这些大货车肯定都在地盘焊了钢板，下了配重的。你们仔细查，明白吗？就是，绝不能让这帮穷鬼讹了咱们收费站。事成之后，少不了你头。哥，全都搞定。专家都来了，这下马上就要真相大白了。这可是收费站自己请来的专家，肯定向着收费站说话。这些大货车司机今天怕是要吃不了兜着走喽。姓林的，你死定了！等会儿专家结果一出来，只要证明你们的车改装过，你们全立刻给我滚蛋！没问题，但是如果检测结果证明我们的车没有改装过，你们收费站今天必须做出赔偿。检查结束，快，专家同志，大声念出来，让警察同志和大家都听听，他们这车到底改得多离谱！经过我们的全面排查，我宣布，检测结果是：你们这帮穷鬼，赶紧给我滚蛋！就是，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是什么德行，敢在这儿跟我们长宁集团！马站长，你就这么确定我们的车有改装？这结果还用说吗？瞎子都看得出来。经过我们全面排查，我宣布，这12辆大货车没有任何私自焊接、加配重等改装行为。也就是说，他们的空车根本没有超重，不仅没超重，而且一切符合国家标准。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我明明已经安排好了。你到底是谁？我找的专家根本不是你。马卫国肯定会找黑心机构做起来，你去把他们的人截住，换成我们提前联系好的权威公正检测。同志，前面有人要当众造假，坑害老百姓，这事儿你们管不管？带路。既然选择跟你们这帮吸血鬼杠到底，我怎么可能不做好万全的准备？马卫国、周小丽，你们那点见不得人的计划落空了。钱副总，你很赶时间吗？还是说你怕我在这收费站看到什么不该看的东西？董事长，您开玩笑了，怎么会呢？我是想看看还有多久能到。董事长，收费站快到了。马卫国，你个蠢货，可千万要把事情压住！我不承认，这专家根本就不是我们请的那位，这检测结果是伪造的。没错，这种来历不明的人，检测结果根本不可信。马站长，这位专家是从省公证库里随机抽调，由警方全程护送过来的。你们青山收费站现在连警方派来的人都要质疑吗？马站长，这份报告具有法律效力，你有什么意见可以留到去局里做笔录的时候再说。可这不是我们找的人，这当然不是你们找的人。马卫国，你原本的计划是想找一个假专家过来，当众伪造事实，坑害我们吧？我靠，那也太黑了！公然造假，这收费站平时不知道坑了多少人，黑心鬼！滚出收费站，把他们抓起来！抓起来！马站长，现在证据确凿，我那1000亿黄金的损失，你现在是不是该赔了？坑了我们这么多次，现在证据确凿，赶紧赔钱！赔钱！这俩人良心被狗吃了，实在太黑心了！家人们快看，这就是黑心收费站的嘴脸！我要把他们曝光出去！马站长，现在怎么办啊？副总到了，那董事长肯定也在车上。要是让他们看到这场面，我这辈子就彻底完了。警察同志，误会真的是技术误会，我们有监控，监控室能证明这车开进来之后绝对没打开过车厢，我们真的没抢黄金啊！走，咱们去监控室查，
这里边肯定有误会。马站长，请你自重。马站长，你这么着急想把警察同志带离现场，是在怕什么呢？还是说在等什么人？马卫国，看看你干的好事儿。副总，您可算来了！这帮穷鬼、混账东西，连这点小事都办不好，还惊动了警方。你看你干的好事！这谁呀？怎么一上来就打人？听说是长宁集团的副总，傲得很，不是什么好鸟。这下麻烦了，资本家亲自下场撑腰，这几个大车司机怕是要吃亏啊！警察同志，辛苦辛苦！我是长宁集团的副总钱德胜，我和你们分局的王局长前2天还一起吃过饭呢。今天这纯粹是个技术误会，是我们地泵系统出了点小故障。您看能不能行个方便，先收警？钱副总，能不能收警得看报警人的态度和事实证据，这不是你说了算。这位兄弟，让你受委屈了，这都是我手底下的人管理不善。这样吧，你跟我到会议室里，我亲自给你泡杯茶，道个歉。至于你们的损失，我一定代表集团给你们一个足够诚意的补偿，怎么样？林哥，那收费站的马卫国和周小丽为什么敢这么明目张胆的坑咱们？还不是因为长宁集团的姓钱的副总在背后给他们撑腰，这非法罚了来的钱，大头全进了姓钱的腰包。正主终于露脸了，好戏现在才刚刚开始。去会议室就不必了，有什么话就在这儿，当着所有被坑过的人的面谈。不知好歹的东西，要不是董事长在路上，老子现在就弄死你！姓林的，别给脸不要脸！我们副总亲自请你，闭上你的臭嘴！你这个蠢货，闹得不够大吗？副总，反正董事长也没来，咱们先在这儿弄死这孙子！你长的是猪脑吗？董事长就在路上了，我是半路找借口偷跑出来的。这篡改地磅数据、敲诈货车司机这种事儿，一旦传到董事长耳里，你、我和你那小情人全都要坐牢。所以在董事长赶到这里之前，今天这件事情，你就是死也得给我摆平了，听懂没有？走了。林兄弟，我刚才查清楚了，今天这事全都是马卫国和周小丽这2个害群之马利欲熏心，败坏我们集团的名声。马卫国、周小丽还不给我滚过来道歉！林大哥，是我们瞎了狗眼，我们错了。我们不是人，都是我们的错。这位兄弟，这下你满意了吗？兄弟，只要你满意，那咱们就让警察同志先撤了，再把车挪开，恢复交通。至于后续的赔偿，你随便开个价。就算你要我当场开除他们俩，也绝对没问题。随便开价，这条件可真丰厚，简直相当于给了一张空白支票，随便填啊！资本家就是财大气粗，这条件换谁不心动啊？这闹事的司机肯定会答应。林哥，哦，什么条件都可以提？当然，只要你先撤车，什么条件都可以提。先让你得意几分钟，等车挪开，事儿压下去，老子有的是手段弄死你。钱德胜这家伙叫我救援怎么样这么久？您是长宁集团的裴光明董事长吧？您怎么还在这儿？没去长宁收费站吗？收费站怎么了？我正要去突击检查，车半路抛锚了。您还不知道，长宁收费站出大事儿了！
您自己看。林兄弟，条件你随便提，只要能把车挪开，我钱某人绝不还价。马站长，钱总该不会真的为了品析这事儿，把咱们俩开除了吧？你懂个屁！这叫缓兵之计。只要他们今天把车一挪，事情压下去，到了明天，副总有的是手段捏死这帮开大车的。我的条件只有一个，你说，那就是原价赔偿我们损失的100多吨黄金，少1分都不行。你脸不要脸的贱骨头，敢耍我！兄弟，你够了！你说我们抢了你100多吨黄金，你知道运黄金要什么资质吗？整个长宁市有资格运这么多黄金的机构，一只手都数得过来。谁会把100吨黄金交给你这种泥腿子运？我奉劝你一句，可不要为了讹点钱走弯路，报价金可是要坐牢的。林远洲，这位钱副总说的也是事实。如果你坚称车上丢了黄金，你有确凿的证据吗？我当然有证据，我们这群人本来就是运黄金的。就你们这副穷酸样，浑身上下加起来掏不出200块钱，也有资格拉黄金？真把大家当傻子骗呢？就是100吨黄金，那可是国家级金融安保级别。就凭你们这几个拉大货的泥腿子，连看一眼金砖的资格都没有，还敢说车上拉的是黄金？好像也有道理，100多吨黄金怎么可能用普通大货车拉？这帮司机该不会真的是拿黄金来碰瓷儿吧？无凭无据，很难让人相信啊！我们没碰瓷，没骗人，我们车上原来装的真的是黄金。说是黄金，那就把证据拿出来。单据呢？资质呢？拿不出来，今天你们全都要进去吃牢饭。谁说我没有证据？郑大，你的狗眼看清楚，这是金库出库单和特批押运授权书。再看看这个，啊，真的是黄金，一成山的黄金，还真是黄金，车牌号都一模一样，真是人不可貌相。谁能想到这帮穿着破大褂的司机竟真是运黄金的？这下收费站可是踢到铁板了，我看他们还怎么狡辩。这怎么可能？假的，这文件绝对是造假！警察同志，快抓他们！他们伪造国家公文！警察同志，请您核验。你有查阅这条函数最好。那是假的，必须是假的。文件是真的，红头公章和钢印都没有任何伪造痕迹，他们确实具备合法押运这批黄金的资格。那视频呢？视频肯定是 AI 生成的。现在 AI 技术那么发达，想要什么画面做不出来？这视频根本不能当证据。视频里的车牌号、装车地点、时间水印清清楚楚。如果这个视频有半点造假，我林远洲今天站在这里，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算我一个，我也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我们全体司机都愿意承担法律责任。我们全体司机都愿意承担法律责任。好样的，支持司机兄弟维权！长宁集团草菅人命，抢劫黄金，必须追究到底。现在特批资质有了，装车视频也有了。钱副总，我车上凭空消失的1000亿黄金，你们收费站打算什么时候赔？完了，这小子把所有的路都堵死了。胡说八道！不管你拿出什么资质，现在大家亲眼所见，你们车厢里是空的，大货车上根本就没有黄金。好，既然钱副总一口咬定我们车上没有黄金，全是空车，那请你向全场所有人解释一下，为什么空车过你们的地方
会被检测出超重10吨。钱副总，今天摆在你们面前的只有2条路，要么承认吞了我们的货，赔偿1000亿，要么当着警察同志的面承认你们收费站的地磅数据造假，故意坑害大货车司机。这哥们太牛了，简直是神逻辑啊！用魔法打败魔法，不管有没有黄金，收费站死定了，活该！干死这帮黑心吸血鬼，让他们去坐牢！裴董事长，现在全网都在看着这场直播，这青山收费站的事儿，您打算怎么处理？这帮败坏集团名誉的蛀虫，我今天非要把他们全拿下不可！钱总，现在怎么办？董事长马上就要到了，事情绝对不能再拖下去。你去把收费站的所有安保都喊来。软的不吃，那就只能来硬的了。林远洲，我劝你适可而止，别给脸不要脸。你们这帮开大车的，哪个不是拖家带口？只要你们现在乖乖把嘴闭上，拿钱走人，一切都好说。不然的话，缺胳膊少腿事情，你们的老婆孩子以后走在夜路上，可得多加小心了。林哥，要不咱们见好就收吧？对啊，这长宁集团黑白通吃，咱们惹不起啊！万一真动了家里人，放你娘的屁！拿我们的家里人来威胁，算什么东西？有种从老子来啊！太嚣张了，简直无法无天！当着警察同志的面，还敢拿家人威胁别人，太可恶了！我看他们才是黑恶势力！捏死你们这些穷鬼，比捏死一只蚂蚁还容易！林远洲，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立刻带着你的人给我滚蛋！我让你一家老小都不得安宁！梦，敬酒不吃吃罚酒，马未国，动手，围住他们！钱德忠，你想干什么？给我打！把这帮穷鬼给我全部赶出去！钱德兄，你好大的胆子！他可是长宁集团的董事长裴光明，听说他可是出了名的刚正不阿，眼里最揉不得沙子了。后面那个是著名的调查记者苏晴啊，他专门替咱们老百姓发声，曝光黑幕，这下稳了。太好了，青天大老爷来了！钱德蛇，这就是你说的没事吗？董事长，您听我解释一下，留着你的解释去跟警察说吧。警察同志，这3个人胡作非为，请你们立刻把他们铐起来，带回去依法严办。拿下！董事长饶命啊！我不想坐牢。我只是个打工的，货都是他们指使我的。带走！抓得好，董事长大义灭亲，纯爷们儿，这才是真正的大企业家风范。各位观众，正义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长宁集团裴董事长亲自到场，将集团内部的蛀虫绳之以法。这位兄弟，对不住了，是我们长宁集团管理不善，让你和你的车队兄弟们受了天大的委屈。我向你保证，集团绝不护短，对于他们这种败类，必定严惩不贷。啊！这位兄弟，这里交通瘫痪太久了，再堵下去对社会影响不好，不如你带着兄弟们跟我去趟警局，咱们当着警方的面把该赔的赔了，该解决的解决了，如何？林远洲，你放心，这件事我会全程跟踪报道，绝对不会让你们吃亏。哎，老婆，快了快了，我就快到家了，别催。行，去警局谈。林先生，只要你同意测速，之前的损失我们会按最高标准补偿。此外，我个人再给你补偿100万。额外补偿就不必了。我的赔偿要求只有一个，把这些年来你们收费站变着法子坑所有大货车司机的钱全都1分不少的退回来。这是长宁集团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没问题。还有，钱德胜、马卫国、周小丽这些人必须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绝不能私了，害群之马，绝不姑息。林先生，既然达成了共识，请在这上面签字。
还有最后一个条件。林先生，请讲。长宁集团必须在主流媒体和全网发布公开声明，承认旗下抽费站私改地磅数据，坑害司机，并向全国大货车司机公开道歉。你疯了吗？你知不知道一份全网公开道歉声明会让长宁集团的股价面临多大动荡？一旦发布，长宁的市值起码要蒸发几十上亿，这个天大的后果，你一个拉货的考虑过吗？你承担得起吗？后果？你们纵容手下做我坑钱的时候，怎么不想起后果？我不管你们的股票跌多少，我只想让全国老百姓知道真相。既然长宁集团做了错事，那就应该低头道歉。你简直是不合理！好了，林兄弟，我非常理解你的心，我也承认集团有过失，但是长宁集团上下有几万名员工，路政州局工、一线的收费员、打扫卫生的清洁工，无数底层的普通老百姓都是靠着长宁集团发工资吃饭。我这不是在为集团推脱，而是一旦发布这份道歉声明，长宁集团的形象势必遭到毁灭性打击，到时候效益下滑、裁员，势必会影响到这几万人的生计。所谓百万曹公一时死气，林兄弟，你也是底层出身，打拼不易，你忍心看着无数跟你一样的普通家庭因为你的一时义气失去饭碗吗？希望你能考虑清楚。这里是500万现金，只要你在这份和解协议上签了字，这钱你立刻拿走，就当是给那些无辜的底层员工留条活路了。宝贝乖，爸爸这边的事情已经马上处理完了，这就回家。裴光明，收起你那套虚伪的嘴脸，少拿底层老百姓的生计来道德绑架我。真正砸了他们饭碗的，是你们这些贪得无厌的资本家。我不拿这500万，不是我傻，是我要替所有被你们坑过的司机讨回一个公道。我给长宁集团3天时间考虑，3天后我要在全网看到你们的道歉声明，少一个字都不行。董事长息怒，给脸不要脸的贱骨头！真以为我长宁集团是你捏的？去，马上动用集团所有的关系，不管花多少好资金，立刻把钱德胜他们给我捞出来！是，我马上去办。告诉钱德胜，我给他调动集团所有资源的权限，不管用什么手段，你把这个信连同这件事给我彻底解决掉！林哥，拿到了，收费站电脑里修改进口数据的底层日记，全在这个 U 盘里了。这边。吴三，去收费厅把周小丽电脑里地北系统的修改记录全部拷下来。林大哥，调解结果怎么样？裴董事长答应全额赔偿和公开道歉了吗？调解失败了。他舍得拿500万封口，但绝不愿意发声明向全国司机公开道歉。什么？亏我还以为他是个刚正不阿的企业家，刚才还在直播里夸他，没想到也是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苏记者，别冲动，这里是警局，你去找他没用。如果你真的愿意替我们解决公道，那就帮我的忙。什么忙？真正的斗争现在才刚刚开始。裴董怎么说？董事长发话了，给你们最后一次将功补过的机会，无论用什么手段，必须把这件事彻底压下去。集团已经启动了所有的公关资源，现在全网正在疯狂撤热搜，所有对长宁集团不利的视频和帖子，半小时内就会被全部限流下架。好，只要集团肯出面保我们，这事儿就好办了。董事长说了，
既然那个姓林的是块啃不动的硬骨头，那就换个死，想办法给他泼脏水。明白。对付这种底层的泥腿子，我有的是手段。对，绝对不能放过他！我要让他跪在地上求我们。今天逼着我们下跪的仇，必须让他10倍100倍的还回来。你终于回来了，小何，好想你。宝贝，看爸爸带了什么？回来啦，快去洗手，准备吃饭了。老林，我下午看群里说你们今天在青山收费站闹得挺大的，连警察和记者都去了，这事儿不会影响你以后跑车吧？放心吧，邪不压正，证据全都在我们手里，不会有影响的。咱们的日子照常过。那就好，只要咱们一家人平平安安的就行。家人们，谁懂啊？我们只是收费站最底层的普通打工人，却遭到了黑恶势力的暴力欺压。老林，这不是今天收费站的那个人吗？那个叫林远洲的大货车司机根本不是什么好人。家人们，我实在活不下去了。那个叫林远洲的大货车司机根本不是什么好人，他是我们这一代的杀害头目。他平时就带着几10个流氓，长期霸凌我们收费站，强行重卡逃费。今天他更嚣张，直接叫几10辆大卡车把我们堵死，还逼我们下跪，还说不交几百万保护费就要杀我们全家，直到口说无凭。这是我拼死找来的视频，大家看看他平时是怎么作恶的。我求命了，杀人了！别过来，求求你别打我们！闭嘴！快把孩子给我！干什么呢？当街打人啊！走开，少管闲事儿！大家看，当街砸车、殴打路人，连手无寸铁抱着小孩的妇女都不放过，这种人渣必须严惩！畜生，他这个人渣，连女人小孩都打！老林，网上怎么都在骂你？他们说要人肉我们一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爸爸，手机里那个人是你吗？你为什么要打那个阿姨？还有第2段视频，大家看看他有多嚣张！你怎么开车的？别动手！疯了吧？高速上直接逼停校车，仗着开大车就随便别车，好见人命啊！网友们说的对，他仗着自己车大，在路上横行霸道，根本不管别人的死活。还有更令人发指的，大家看第3段视频，看看这帮人到底有多黑！别抢我的钱！这都是我的棺材本啊！家人们，这就是林远洲，一个丧尽天良的黑恶势力头目。他打女人、别校车、抢老人的救命钱，这种人渣不除，天理难容。求广大正义的网友给我们底层人做主啊！爸爸，他们说你是坏人，你真的打阿姨、抢老爷爷的钱了吗？爸爸不是坏人，那些视频是别人故意剪辑来污蔑爸爸的。老林，既然是他们断章取义，那你赶紧澄清啊！不行，为什么？那3件事背后都另有隐情，但是我不能说。宝宝，我只希望你们能相信我。我相信你，小何。网上的坏人在撒谎，爸爸宁愿自己受委屈，也不愿意伤害别人。我相信爸爸，爸爸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主编，这是青山收费站私改地墨数据的证据。他们不仅敲诈货车司机，背后还牵扯到长宁集团的高层。只要报道出去，就能把长宁集团的黑幕彻底揭开。这个案子你别碰了，
为什么？那是成千上万老百姓的血汗钱啊！苏晴啊，你干记者也不是1、2天了，怎么一点大局观都没有？长宁集团是咱们市的明星企业，每年给市里交多少税，养活了多少底层的工人？一旦这篇报道发出去，长宁集团的形象全毁，到时候企业垮了，几万工人下岗失业，这个沉重的后果，你承担得起吗？大局观，社会责任感，我看你是收了长宁集团的脏钱，连记者的脊梁骨都得卖了。放肆！你怎么跟上司说话的？苏晴，我警告你，你要是敢再碰这个案子，明天就给我卷铺盖走人！不用你敢，拿着老百姓的信任中饱私囊，你们这群败类让我觉得恶心，老娘不干了！老板，拿条新鲜的鲈鱼。不卖。老板，你怎么？你老公是林远洲吧？那个网上曝光的黑社会头子。你们一家子的黑心钱，我们不赚，滚滚滚！就是他，黑老大的老婆。一家子没好东西，欺负老百姓，滚出菜市场！滚出！黑社会，滚出！小坏蛋，没人要！别！我爸爸不是坏人，我爸爸不是，我爸爸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黑社会一家子，真恶心人！全都上！你想干什么？2条路。第一，拿钱，明天去警察局作证，就说你们是被林远洲这个黑社会头子武力逼迫的，收费站的事儿全是他一手策划。第二，打断你们的手脚，让你们下半辈子都在轮椅上过。喂，老子就算是饿死，也不会出卖林哥。敬酒不吃吃罚酒，给我往死里打！老婆，我是不是做错了？如果我没那么轴，拿了那500万，你们就不会受欺负。我以为我能护着你们，可到头来，拿了那脏钱，你这辈子还能睡个安稳觉吗？那些指望着你带头的货车兄弟们怎么办？别人怎么骂那是别人眼瞎，但在我心里，我老公是个铁骨铮铮的汉子。爸爸以前教过小何的，只要自己没有做错事，就绝不能向大坏蛋低头。我没错，钱德胜、裴光明想逼我认输，做梦！喂，大柱。谢火场出事了。大柱，兄弟们怎么样？林哥，兄弟们都进医院了。长宁集团太黑了，他们还提了1箱子现金来威逼利诱。我几个兄弟实在挺不住，拿了他们的钱倒戈了。明天他们就要去警局做伪证，指控你是黑社会。林哥，他们这是要逼死你啊！柱子，你放心，兄弟们的血绝不会白流。哟，都在呢，
这半死不活的惨样，看着真让人心疼啊！林远洲，现在全网都在要你的命，你手下的司机也反水了。我今天来是给你指条活路，马上开个直播，当着全网的面给我跪下磕头道歉，亲口承认是你带人去收费站寻衅滋事、敲诈勒索。只要你乖乖把这口黑锅背好，澄清我们长宁集团的声誉，我或许还能给你留条狗命。叫我给你们这群吸血鬼顶罪，做梦！天的时候听好，这笔血债不死不休！哈哈哈哈！不死不休，就凭你一个臭开车的，你也配？马卫国，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长宁集团法务部已经正式向法院起诉你，罪名是涉黑、寻衅滋事、敲诈勒索以及严重损害集团名誉。你就洗干净屁股等着坐牢吧！哼，我们走。林大哥，苏记者，你这是？别叫我记者了，台里收了长宁集团的黑钱，把你的新闻全压下，我就不干了。抱歉，是我连累你。现在全网都在骂我是涉黑偷摸，你为什么还来找我？因为我是一个调查记者。周小丽发的那3段视频骗得了网民，骗不了我。这2天我没闲着，我找到了那几位当事人，知道了背后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林远洲，我只问你一句，你想认输吗？我字典里没有认输这2个字。好，只要你不放弃，法庭上我帮你把这一局彻底扳回来。我要彻底揭穿长宁集团的真面目。好，咱们一起跟他们死磕到底。老林，咱们没做亏心事儿，法庭一定会还你清白的。爸爸，这个娃娃借给你，它会保护你，打败大坏蛋的。好，爸爸今天一定把大坏蛋彻底打倒。你干什么？你伤还没好，现在不能出院。管不了那么多了。我大哥今天上法庭，我就是爬也得爬过去给他作证。操！这钱拿着烫手。可是长宁集团咱们惹不起。林哥为了咱们被全网网暴，他替咱们扛了多大的雷！咱们要是这个时候当缩头乌龟，还算个爷们吗？不能让林哥寒心！兄弟们，去法院给林哥撑腰！对，今天开庭，你确定能准时到场吗？好，你的证词至关重要，我们法院门口见。哎，师傅，去市中级人民法院。大娘，慢点喝，小心烫。董事长，法院那边准备开庭了。现在的舆论形势对我们一片大好，林远洲必死无疑。走，去法院，我要亲眼看看这只蚂蚁是怎么被我捏死的。观众朋友们，备受全网关注的长宁集团起诉涉黑货车司机一案即将在这里开庭。周女士，请问您现在身体状况如何？对今天的庭审有什么期待？我每天晚上都在做噩梦，一闭上眼就是林远洲带着人要杀我的画面。我只求法律能给我们底层老百姓一个公道，
把这种黑恶势力绳之以法。大家放心，长宁集团绝不会向黑势力低头，我们相信正义必胜。请问你们就是林远洲手下的涉黑团伙吗？你们今天来是准备当庭认罪，还是想继续包庇黑老大？别胡说八道！我们不是黑社会，林哥是好人，你们别乱写，那是长宁集团陷害我们。陷害？那网上那些打人的视频怎么解释？你们敢说视频是假的吗？你们为什么要为虎作伥？裴董事长为何亲自起诉普通司机？行啊，我是真的对不起。当初在收费站，我还以为他是受委屈底层司机，谁能想到，他竟是满身鲜血霸凌百姓的涉黑分子。裴董，若对方败诉，打算如何处置？长宁集团不是为了私仇，若他肯当庭认罪，洗心革面，我愿意给他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不愧是千亿集团的董事长，这格局太大了。裴董太大度了，那个林远洲真是不识好歹。法官大人，各位旁听席的群众，这3段视频足以证明被告林远洲绝不是什么老实巴交的司机，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黑恶势力头目。3天前，被告更是纠结了数十名社会闲散人员，强行冲撞青山收费站，他捏造事实，试图敲诈勒索，巨额赔偿。我没有诬告，也绝不是什么黑恶势力。这些视频全是被恶意剪辑、断章取义的。断章取义？那我们就听听受害者的证词。法官大人，我可以作证，林远洲平时就横行霸道，那天更是带着几十号人把我们堵在道闸里打。他逼着我们下跪，还扬言要杀我们全家。太嚣张了，简直目无法纪！这种黑社会就该直接枪毙，还开什么庭？长宁集团做慈善，绝不可能坑老百姓，严惩林远洲。放屁！你们都在放屁！林哥是好人，是他们收费站坑人在先。我老公没有敲诈勒索，你们不要冤枉他。爸爸不是坏人，不许你们骂爸爸。肃静！旁听席保持安静，再大声喧哗，法警直接请出去。董事长，大局已定，这小子今天就是有8张嘴也翻不了案，他死定了。一只不知死活的蚂蚁，也敢撼树。既然被告林远洲无法提供确凿的证据，推翻原告提交的视频及证人证言，本庭现在宣布。慢点！法官大人，我有新的证据，请求当庭播放完整录像。闭嘴！快把孩子给我！妹子，没事，孩子抢光了。法官大人，林大哥打的根本不是什么弱女子，那个女人是全国通缉的人贩子梅姨。那天要不是林大哥拼死拦下他们，我的孩子就被卖进大山里了。
林大哥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啊！天哪，我们都瞎了眼吗？居然把一个见义勇为的英雄骂成黑社会！那就算他这次做了一件好事，也不能代表他不是黑社会。那第二段视频呢？高速公路上恶意逼乘校车暴打校车司机，这也是见义勇为吗？他就是个暴力狂！这个颠倒黑白的畜生！你知道那天校车上发生了什么吗？那辆校车的司机中午喝了半斤白酒，他是在高速上醉驾，车上拉着30个刚放学的孩子啊！你怎么开车的？我没醉，我还能开。你不要命，可是孩子还要命！在高速上逼停醉驾校车，这是拿自己的命在救人啊！这种舍己救人的大英雄，居然被你们抹黑成黑社会，你们的良心被狗吃了吗？英雄，林远洲是英雄。谢谢林叔叔救了我们，林叔叔是大英雄。我不服，我不能不给他完全清白。你看看姐呢，就算前面2次是误会，那他带人把一个没法操作老人当做儿子救命钱，这也是事实吧？对付无关老人，这就是妥妥的黑社会做派。你放屁！那个老头根本不是什么可怜人，他是个专门骗学生钱的职业诈骗犯。那个老畜生，我女儿辛辛苦苦攒下的2万块大学学费。法官大人，那笔钱对我们家来说是天文数字，我当时觉得天都塌了，满脑子只想死。如果不是林大叔仗义出手帮我把钱追回来，我早就没命了。你抢我的钱，这都是我的棺材本啊！这是你的棺材本儿？你的钱？你是老糊涂了吧？骗的就是骗的，是你的吗？追你到这儿了，我们还能不知道是谁的？丫头，别干傻事！钱追回来了，1分没少。我来，去上哪去？长宁集团，你们这群畜生，居然把救人一命说成是抢劫，你们不得好死！林叔叔，谢谢您给了我第2次生命。我就知道，我老公是个顶天立地的好人。我爸爸不是坏人，我爸爸是超级大英雄。既然林大哥是见义勇为的好人，那他为什么不站出来澄清？是啊，只要把这些完整视频发出来，真相不就大白了吗？何必受这么大的委屈？因为他如果发声，那些受害者的隐私就会彻底曝光。林远洲为了保护他们的平静生活，宁愿自己背负所有的脏水和骂名。但是长宁集团却卑鄙地利用了他的善良。这几天所有的热搜，所有的恶意剪辑视频，全都是长宁集团在背后操控，是他们花重金雇佣水军，有预谋的抹黑林远洲。反对，这是毫无根据的诽谤。长宁集团是合法企业，绝不会做这种事儿。去你诽谤！法官大人，我这里有长宁集团涉黑的铁证，这是卸货场的监控视频。我要控诉长宁集团副总钱德胜雇凶杀人，威逼作伪证。拿钱，明天去警局作证，说是林远洲逼你们干的，不然就打断你们的手脚。伪证，长宁集团简直丧心病狂，把长宁集团掐起手锏。钱德胜只是个跑腿的，真正下令的幕后黑手就坐在这里。长宁集团才是长宁市最大的黑恶势力。杀人的伪君子，长宁集团就是个黑窝。
严惩幕后黑手，严惩长宁集团。这就是你跟我说的，大局已定，万无一失。董事长，我也没想到他们能拿到监控，废物！本庭宣布，原告长宁集团对被告林远洲的指控不成立，林远洲当庭无罪释放。等等，法官大人，我要当庭反诬长宁集团。我要控诉他们私改收费站地账数据，长期敲诈勒索全国大货车司机。大家看清楚，这就是青山收费站地盲系统的底层日志。每逢重卡过磅，他们就通过后台一键调高吨位，每辆车少则多收几百，多则几千。短短3年时间，他们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坑了老百姓上千万的血汗钱。天哪，上千万！这吸的都是司机的血呀！大新闻，绝对是震惊全国的大丑闻。请问您对收费站造假一事作何解释？这是高层授意还是下属个人行为？长宁集团的慈善外衣是不是为了掩盖吸血的实质？无可奉告，长宁集团随时准备应诉，在法院最终判决之前拒绝任何采访。董事长，快走！警察，我们接到报案。裴光明，这次的缓兵之计绝对不可能奏效。钱德生、马卫国、招小丽，你们涉嫌雇凶伤人、寻衅滋事以及职务侵占、敲诈，现在依法传唤你们接受调查。放开我！我是长宁集团副总，你们凭什么抓我？现在证据确凿，有什么话留到审讯室去说。呸！人渣！你们带人打我们兄弟的时候不是很嚣张吗？不是要我们死吗？洗干净屁股，准备去牢里过下半辈子吧！罪有应得，把牢底供出来！别抓我不想做了，我都招，我要戴罪立功，我要转送污点证人，是他，都是他指使的，抹黑林远洲的视频，找水军网暴，还有拿钱收买此次的命令，这些谁都是他下的，他才是背后做好。周小丽说的是真的吗？您为了掩盖收费站的丑闻，真的在背后操纵舆论，恶意陷害无辜的人吗？一派胡言！一个底层员工为了减薪胡乱咬人，你们也信？他的话不可信，那我的话呢？3天前在调解室，你想用500万买我闭嘴，买长宁集团的安稳，被我严拒绝后，你们就丧心病狂的在全网放出剪辑视频，雇佣水军摸黑我，甚至派打手，你认不认？林远洲，你赢了，但我不是输给你，我是输给了运气。你输在太高高在上。如果你们长宁集团不店大欺客，如果你们不以为手里有几个臭钱就能摆平一切老百姓，今天的结果或许完全不一样。长宁倒了，几万名员工要失业，你毁了他们的饭碗。裴光明，收起你那套伪善的面孔。所谓百万曹公衣食所系，不过是你用来掩盖罪行、逃避制裁的道德绑架。长宁集团没了你这颗吸血的毒瘤，底层的工人和司机才会有真正的好日子过。林大哥，干得漂亮！长宁集团的这层黑幕终于被彻底撕开了。金哥，咱们赢了，东方站再也不敢坑咱们了。本台最新通报，备受全网关注的长宁集团涉黑、敲诈勒索一案，今日正式宣判。主犯裴光明、钱德生、马卫国、周小丽均因多项罪名被判刑。长宁集团已被依法接管并重组，涉案收费站全面整顿，退还所有非法所得。此次案件中，大货车司机林远洲面对黑势力绝不妥协，揭露真相，洗清不白之冤。他是真正的平民英雄，彻底覆灭。老林，多吃点，咱们一家人的安稳日子终于回来了。明天我就去把车提回来，继续跑货。好，爸爸听小何的。